然，国际间最受关注的俄乌战争里头，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很震惊国际了。瓦格纳在俄罗斯的叛军首领突然间普里格金怎么会坠机身亡？发生什么事情？在兵变之后呢，一度已经到白俄罗斯去了，这个动向一直受到关注。这个时候传出他坠机死亡的消息，普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直接公开致哀，他说是一场悲剧，他还下令彻查到底怎么回事。他说这个普里格金是命运多舛，才华洋溢，也犯过严重错误，当然指的就是兵变，把兵变指向他们的这个俄罗斯这样的事件咯。那么坠机身亡是一天来发生的事情，到底各个阵营又是怎么反应的？目前在俄罗斯的官场上面的官员部分几乎都是三缄其口，不太回答。那乌克兰泽连斯基赶快跳出来说，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我们干的。所以他到底是被击落？内部爆炸了，还是机械故障坠机的原因有各种阴谋论的猜测，其中西方媒体大概一致都是说俄罗斯干的。资深的航空记者 Miles 他说，像这样的飞机如果不发生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是不会灾难性的从空中突然坠落，这可能是由飞机内部或外部的爆炸引起，例如飞机上面的炸药爆炸或被导弹击中。那么甚至西方官员还透露说，跟媒体说我们被告知普里格金的飞机是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这样的消息几乎是在西方的媒体里头一致的这样的论调比方说前英国军情六处处长好了，他也说数周前就已经得到情资了俄罗斯商界高层都有共识要处理掉他，可能是联邦安全单位的高层下令策划来执行。那么普京是默许的，西方是这样说的。但是这个脉络来找一找这个新闻的顺序上面，感觉好像有迹可循，是不是早有预谋啊？因为美国媒体早就说，他说当他的坠机身亡的消息一传出来的时候，马上初步说是评估飞机炸弹暗杀，不是导弹击落的。但是呢，过去影片也被释放出来说，普京公开说过他最不能原谅的行为是什么？是不是会是造成杀机？西方媒体是这样说的，听听他的谈话。Уметь прощать. Да. Но не все. А ч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остить?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最不能原谅的是背叛。所以用这些脉络先释出影片来表达说，很有可能是普京干的，杀掉了这个叛军头子吗？那么 CIA 局长也说，根据我的经验，普京是报仇的终极爱好者。如果他逃脱没事的话，他反而感到意外。所以从拜登开始，他就说不意外，一直延续到下来所有的西方媒体跟官员的说法那这里被说要开战嘛，美国国务院敦促公民，还立刻，这是22号就发生的事情立刻撤离白罗斯，是早就知道要坠机吗？美国国务院21号示警，出于潜在的内乱跟遭拘留的风险，敦促在白俄的国人应该立即离开。那么甚至呢，在兵变就是坠机之前，有这个兵变发布的首部影片是普里格金他说他被派到了非洲，人在非洲强调自己让俄罗斯更强大，让他即使在非洲一样可以展现俄罗斯的影响力，然后让非洲更加自由。所以普京显然是派他到非洲去执行任务的。难道这个时候又要再杀掉他吗？合不合逻辑？有没有可能？当然各界都有揣测。会是北溪2号谁炸的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况再现吗？那网络上也传一大堆普里格金是替身蓄意谋杀的概念。例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飞行跟踪数据显示，有一架注册是瓦格纳的私人飞机，当地时间23号傍晚莫斯科起飞之后，信号消失了。结果在失事飞机坠毁35分钟之后，有第2架飞机跟普里格金有关的名义所起飞的飞机是在圣彼得堡起飞的，最终降落在莫斯科。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坠机了呢？是不是真的身亡了呢？还是有另外一架飞机飞走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障眼法？英国学者说，据报除了有广播名为普里格金的乘客之外，还有好几个人把名字也通通改成普里格金所以好多个普里格金，所以如果他突然又出现在某一个影片里头，也不用太惊讶嘛。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诈死？专家分析3种可能性，商业内幕网站就提出了第一种，普里格金可能是普京下令叫他诈死；第二种，普里格金得罪过的正经军高层
跳过来动手。第3种普里格金，可能不是真的死掉嘛，哦，所以俄国媒体说普里格金的这个飞机坠毁现场有没有找到遗体，这个是重点。被运到法医处检查，从哪里判断就是他呢？遗体全部都烧焦啦。那搞了半天说是靠这个部位才认出他来的，左手他少了一根手指头有残缺哦，因此用这个来辨识出身份。这个部分有造假的可能性高不高呢？大家可以来分析一下。但是在起飞之前，曾经有同机的空姐她在发文，她也跟家人抱怨说，我们飞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维修，延后了起降，让这个飞机的起飞时间一直在 delay， 让她很不开心，就抱怨过。其中飞机上还有2个人哦，普里格金的私人飞行员。这个人呢，失事飞机的拥有者，这个人呢没有按照计划登机，反而趁机去了勘察加半岛，然后失踪了。为什么？还有一位绰号白发的这位安德烈特罗舍夫不在名单里头，他是瓦格纳叛乱事件之后外界一度看好的潜在人选，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在哪里？而这架飞机叫做莱特赛，巴西产的飞机，被说过去以来20年来几乎都是很安全，很少有坠机的记录，除了一次有人为的疏失所造成之外，好，所以这次的坠机死亡事件，亮哥怎么看？阴谋论传言纷纷。不了，你要先从比较确认的事实来讲嘛啊，比如说美国五角大厦已经认为这个不是飞弹击中啊，因为飞弹击中你从雷达跟卫星可以看到飞弹发射的轨迹啊，那基本上没有发现啊，所以现在普遍是倾向是那个飞机被人家装上了爆炸装置，啊，那可能是一个轻微的爆炸啦，估计爆炸物是1公斤以下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在28000英尺的时候，在30秒内突然下降了8000英尺，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爆开的时候。然后后来可能就是驾驶员失控，就整个坠毁啊。这个大概我们先就那个爆炸的性质啦啊。那如果是飞机内被装填爆炸物啊，那就变成各种力量都有可能是凶手啊。我先讲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北溪第一时间，美国也都说是俄罗斯炸的啊，那讲到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是俄罗斯干的啊，所以美国的政治人物讲的话就不要听了啊。事实上，美国这个五角大厦，我觉得他是讲了重点，就是它不是飞弹击中的。那第二个你就来看嘛，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乌克兰事实上在几天前，他的军情局还公开承认啊。说那个克里米亚大桥是他们干的，而且你记不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也有一辆车被装上了炸弹，本来是要炸那个杜金的那个普丁的那个大师嘛，对不对？结果炸死他女儿嘛，对不对？所以乌克兰的特勤人员潜入俄罗斯干这件事，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哦，因为他们都很熟嘛，而且这件事情最大的获利者是谁？第一个当然就是乌克兰嘛。因为我们讲这个瓦格纳里现在跑去白俄罗斯，最大的威胁，第一个就是波兰，那第二个就是基辅嘛，因为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有战力的佣兵，对不对？而且让你瓦格纳全灭，你的领导阶层都在上面，对不对？你的领导阶层都在上面，那当然对乌克兰是最有利的嘛，至少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是一大打击啊。那第二个获利的是谁？非洲现在尼日不是在政变吗？尼日政变者最大的支撑就是瓦格纳，那现在谁在对抗他？美法联军呐，那当然就整个俄乌战争，除去瓦格纳，当然也对美国有利嘛，对北约有利嘛，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普里戈金最大的死对头就是国防部长绍伊古了，所以会不会是俄罗斯军方内部路线的冲突？比如说瓦格纳是激进派，他想要扩大战场，那国防部反对，所以就有人把他干掉。那最后一个就是普京啊，普京会不会说，你曾经背叛过我，所以我就用特工把你干掉？不过坦白讲，我认为普京这个几率是最低的，因为这个对普京没有好处啦。你俄乌战争失去了瓦格纳这个凭借，其实对俄罗斯是很大的损失的。大使，因为西方媒体都说一定是普京干的。我是觉得，最后一定是罗生门，一定查不出来。
不过就是说有2个问题啊，我觉得从就是说现在俄乌战争的整个的俄罗斯的战略利益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说，瓦格纳到了这个白俄罗斯以后，立刻造成这个立陶宛跟波兰的严重的一种威胁感。那事实上的话，我当时就在想说，这是符合普丁的战略利益吗？因为虽然这个立陶宛跟波兰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可是它是这个北约的盟邦。如果真正发生了冲突的话，那就是这个战争尽快升级，世界大战了。这个以普丁现在反攻为首的战略来看在东部战线1000公里，它基本上就是守势了，它的这个防线都做好了，那就等你这个乌克兰自投罗网然后来消耗乌克兰跟西方，在等待西方跟乌克兰之间的嫌隙增大，然后呢，欧洲跟美国的嫌隙增大，最后呢走向谈判桌。那所以现在提高在这个立陶宛跟这个波兰那个对普丁的战略来讲，我认为是相反，背道而驰的。这可能不是普丁的想法，可是呢，对于瓦格纳来讲的话，他那么一支部队我觉得他们的动向是不是没有跟普丁在做一个怎么样战略的一个沟通，所以呢反而变成坏了普丁的布局。另外就是非洲的部分呢，我觉得就非洲，因为现在整个西非共同体他们是反对这个现在的尼日的这个军事叛变的，因为非洲国家化这个政治不休明问题很多。已经布基纳法索好几个国家已经发现这个政变了，所以西非共同体他们是反对政变，可是呢，他们也反对法国跟美国的干预，所以呢，他们是希望这些不要再有这些军事政变。这些西非共同体这些国家过去都是支持普丁的，所以呢，如果在西非一直在出现这个问题，普丁的非洲支持会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2点应该是值得考量的。赖教授。普丁目前想把这个普里戈金被杀引导是跟乌克兰有关所以他有特别强调，他所领导的这个瓦格纳在乌克兰战争反这个新纳粹，他的表现非常的英勇，所以这个新纳粹对他仇恨有加。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来产生报复的一个行动？那当然，泽连斯基在第一时间马上就否认了。说不是我干的这是乌克兰的第一个时间的反应。那有人就引导说，那有没有可能是欧美的国家美国人所做的因为在前2天普里戈金在非洲出现，一般估计他应该在马里或在尼日尔，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瓦格纳的3000个部队，3000名的军人，加上1000名的伊朗的这个卫队就是总共4000人。然后从马里进入到这个尼日尔，来帮助尼日尔的这个军事组织来跟法国跟美国对抗，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的现身，那理论上讲，他也跟当时俄国驻尼日尔跟驻马里的大使他们有握手，所以很明显的他的行动是经过普丁的指示来做。那如果说做到这个程度，突然间他回到这个莫斯科回到。然后就被杀，那这样子的情况就让人家感觉，这个好像不太合逻辑。可是有的时候在你要干掉一个人，你反而有的时候就要做的是，我绝对不会干掉他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国际阴谋嘛，就好像北溪2号线一样，美国人明明就是要把它炸掉了，那还要做成根本没有可能炸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相当有可能，俄国也有可能，美国也有可能，乌克兰也有可能，但是普里戈金是不是真的死呢？也不一定现在还成谜，很多人说是不是炸死？为什么说呢？因为还是有人认为他炸死，可是问题是现在是连普丁都说他死了因为普丁去哀悼了嘛，应该可以判断。没有，普丁都说他死了，那这个就有2个下场，第一个是他真的死了。第二个呢，他已经被普丁官宣死了，认定他死了，所以他从此以后他变成废人一个，他必须要永远隐居，他必须要在这个地球中消失，不是在地球表面消失，是要在地球中人的视野中
完全消失，不能够再出现，社会死亡啊。对，社会死亡，所以他变成一个毫无影响力的人，因为他不能够再跟任何救赎有任何联系，这样的情形才能够构成诈死，所以他变成一个废人。那因为他已经被普丁官宣死亡了，所以他如果还活着，他就是一个废人；如果他真的死了，那我们就问是怎么死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备受瞩目的金砖峰会现在增加了国家数越来越多，其中金砖国家增加了新的成员，成为11个会员国，也是12年以来首度增加成员，从明年元旦生效。习近平特别说，这一次扩员是代表历史性的展现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合作决心。那么还是金砖合作的新起点，把金砖合作的机制注入活力。这个新成员带来的机制跟活力是什么呢？其实是用钱堆起来啦。投了100亿美元来推全球发展倡议，这6个国家里面有地区性的平衡，但是都是铿锵有力的国家呀，直接等于这些成员加入之后，以购买力来算 ，GDP 直接在这个组织里成为占了世界37%这样的高比例，而人口数是占世界的46个百分比，快要一半了耶！而且金砖国家里头，甚至在石油的部分都是划最 again 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这3个 OPEC 的成员国直接掌控了全世界的油源命脉，把全球占将近42%的原油产量都掌握在手里。加一加，现在这些国家等于50%的世界总储量都在金砖国家的控制跟他们的协调机制里头。所以当习近平喊呢要有3000亿迎新金砖国家的时候，美国方面呢？被说美国金砖国家扩权，专家说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美国、后西方国家。为什么？因为美国拒绝新力量平衡，认为自己站在世界之首所以只有俄国、中国大陆不顺从，所以要去抗衡、制衡他们。那阿拉伯国家当然是说美元霸权的倒数计时已经不行了啦要部分摆脱美元，不再让他们独大或是单极化。而美国国会议员扬言，金砖国家会破坏美国的经济，摧毁美元，很担心。所以这个全球新南方国家所开启的影响力，让中国成为团结合作的新道路。而美国呢，或西方国家又怎么因应？他的态度当然被说很矛盾。为什么呢？美中科技合作协议这件事情，在一连串的围堵措施里头，而仍然希望续签这是由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说的，正在向中方寻求同意延长这个合作协议有效6个月。让中国政府可能的续约来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合作签约，对于双方在科技事项上的合作，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围堵跟制裁事项一样拜登顶得住国会压力吗？要继续签这个所谓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但是6月的时候，美国国会共和党的议员已经强烈建议美国政府不要续签那不是也签了好几个新的行政命令，都是要制裁跟围堵中国的吗？所以 NBC 说，这意味着拜登顶住了来自国会议员的压力，但接下来呢会怎么样的发展？从金砖国家跟美方的势力的影响平衡如何？亮哥怎么看？这个事实上有大背景大背景就是美国所主导的2战之后的国际金融，尤其是金融秩序有严重的问题嘛。比如说世界银行贷款不利然后国际货币基金每次去做金融危机救援都附带一大堆条件，然后让第三世界国家都非常的愤怒那第二个就是你美元借着自己的霸权地位不断的升息嘛，那你有顾到其他国家美元负债的压力吗？没有嘛。那第三个也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因为俄乌战争，你把 SWIFT 的支付机制拿出来当做武器嘛，所以俄罗斯首当其冲。那接下来也有很多国家会怕它成为下一个。对，所以这3个因素就是基本上就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在思考，就是你美国这个金融体系出了严重问题这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SWIFT 的机制，还有你滥用美元地位，这都是问题。那以前早就是这样了，为什么现在变成可行了？因为出现了 number 2嘛，叫中国嘛，它
是14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那有足够大的 GDP 17.7兆来做支撑嘛，所以才在这个时间点就诞生了啊。所以美国当然会把它理解为这个二战以来重大的挑战啊。我认为这个是二战以来非美国主导的第一大里程碑的事件啊，因为你几乎可以预期嘛，未来如果是到联合国的那个经济社会那个组织发言哦，委员会发言，或者到 G20 发言，金砖会议一定会变成第三世界国家的会前会，没错，对不对？跟你 G7 不是刚好对着干，所以这必然发生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国际支付的机制就会开始产生金砖支付机制，不在美国这几个国家就会把他们的既有的那个支付的系统做整合嘛。那当然你跟 SWIFT 没有办法比啦 ，SWIFT 假设有11000家银行，那我认为金砖支付机制大概会有4000家啊，那4000家就会构成说，我有一些东西我不要让你美国知道啊，我不要让你监控啊。所以美国对于全球贸易的掌握度啊就会变弱啊，而且很可能能源交易，因为你刚刚讲到了进来的国家已经大概包括全世界能源交易40%了嘛，是啊，那如果能源交易以后都透过金砖支付机制来处理呢，啊，而且用本币交易呢，用非美元交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坦白讲是一个极大的创新呐啊，那美国就要面对这个未来金端这些国家提出来对既有的全球经济的一些看法，而且我认为一定会有一定的摩擦的火花出现比如说他们可能就会开始要求要公平发展这种概念啊，就是说不一定只是让什么金融自由化，金融也要公正啊，所以我认为未来会有很多的概念上的冲击了。那教授也会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世界新秩序吗？当然是啊，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已经开始对于国际的这个金融机制啊，就是联合国的2个金融机制已经发起挑战了，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金砖5现在加6啊，就是金砖加6 11个国家，他们在世界银行的比重不对，然后他们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比重不对，在世界银行他们才占13%的股权，而美国一个国家15%，不合理。IMF 这么多国家加起来才15%啊，所以这些不合理都要改变。那如果是如此的话，各位想想，在这一次的G20的会议中，印度要不要把金砖国家的这个意见纳入它的议题里面？那这样的话，对于欧美的这个经济体制已经直接挑战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里面，这次新加的6国有地缘政治的考量，你把它分开来看，你会发现拉丁美洲2个国家，巴西、阿根廷，然后在亚洲2个国家，亚洲没有增加印尼，但是很有可能明年印尼就可以加进来了。对，那亚洲国家就中国跟印度，然后你再看一下欧洲欧亚大陆1个国家，俄罗斯，可是非洲增加2个国家，例如说非洲增加了埃及、北非，以及这个厄塞俄比亚，台湾翻成伊索比亚、东非，而且都是所有加入的，除了阿根廷以外，都是超过1亿人口的大国，所以人口数又增大了。那另外还有就是在于中东地区的2个富有的这个国家，阿联酋跟沙特也都加来了，满手石油。对，然后伊朗是中东，但是已经接近中亚的这样一个国家也加进来。各位，您有注意到了，这个伊朗也已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而沙特也提出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而这2个国家同时都加入金砖。那你想，在整个这个石油这个比重，石油占了45%，所以在定价权、发言权里面已经有相当大的分量。天然气超过1/2，超过50%，所以天然气的支配权很明显的，金砖加绝对有支配权了。那他们又主张要求要用多元货币，这个一讲到多元货币这个美国人就头痛，因为原本是跟美元挂钩的，现在他们要跟美元脱钩，他们不是要消除美元，而是要多元，那也就是除了美元以外，欧元、人民币、其他的货币都可以拿来用。
那都可以拿来用的情形下，目前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人民币。而我们也留意到一件事情，就 SWIFT 它公布的一个最新的资料，说中国大陆第2次又超过在它的支付系统中占比3%。有些人说，哎呀，才3%很少啦，你看美国就40几啦、50啦，啊，那个欧元啦等等的，美国42，对，42。可是您想想看，如果中国大陆自己的支付系统呢？也就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中国大陆跟金砖5国、中国大陆跟沙特，他们本身都用本币交易的话，都用人民币，那 base 有多大？那就不只是3%吧，6%、7%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民币在未来它在国际间的市场份额会再扩大。是，谢大使。其实西方的媒体都把这一次的金砖会议认为是就是说非西方国家团结起来挑战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时代的一个开始甚至是一个终结。也就有人说这就是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时代的结束。那有人说是非西方国家开始挑战的真正挑战的这个开始啦。我基本上都看到大局，就是说现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被这个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这个风给压倒了。那不过我们真的很客观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今天要在国际上发号施令，或者说成为一个主导的能力，第一个你的代表性很重要。那这个金砖国家的话，它里面的只是5大洲的，基本上有亚洲的，有非洲的，有阿拉伯的有美洲的，这个代表性就很够啊。它的发言权的话就有代表性，而且它多元化的价值，里面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这个印度教，有佛教，还有回教，所以它的代表性很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它就已经胜过了 G7。G7 是非常单元性质的，它不管这个文化背景宗教背景，还有区域背景它都是很单元的。所以它被取代，这个只是真的从它的合法性来讲这个金砖是要强很多。另外就是说，从实力来讲的话，那基本上从能源来讲，掌握能源，这几个大国都掌握能源，还掌握粮食全时的粮食，科技，中国的科技现在已经要超美了那还有军事，中国加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也超过美国。那这个经济实力来讲 ，GDP 加起来的话，这个说实话已经到差不多40%的 GDP 了，37，所以超过这个那个 G7 的这个 GDP 所以这个就是说，已经从代表性跟实力来讲，它已经超过了。不过这些国家，当然我们有一些远因跟近因本来这个不结盟国家就是 Group 77 plus China，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可是过去实力不够，现在这个实力事实上是比较够，而且它掌握了制定国际秩序的规则的工具。第一个，你要有钱袋子，你要有银行；第二个呢，你从银行开始开发，就是说开发银行，你有了以后呢，事实上你在掌握支付的工具跟支付的方式以后，事实上你就掌握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你有国际经济秩序根本，你在政治事务上你有更大的发言权。现在这个发言权有没有政治agenda？事实上，我认为有一个看不见的agenda，就是对俄乌战争，你可以看出来，全球南方国家都没有跟西方国家一味的指责俄罗斯，一味的要把俄罗斯打倒，这就是已经 G7 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纲要已经出来了。那整个来讲的话，我认为最大的胜利应该是中国大陆的胜利，因为这里面现在的5个成员里面你说这么多国家，现在有4个国家都要进来。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显修。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大使，简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两岸的议题，还有台湾最近很关注，当然就是日本开始排放核废水川的消息，引起了国际间非常高的关注。但是对于两岸来说呢，赖清德最近在刚刚我们前一波也跟大家这个分享了最新的民调数字 ，TBS 民调数字，还有各家民调数字在8月份所公布的里头，似乎赖清德都稳步的在上升当中，稳稳的把民调数字在往上冲。所以在于两岸议题是大家对他最大的疑虑，他却公开的讲呀，他希望能招待习近平什么呢？
虾仁炒饭、全糖的珍珠奶茶，希望一起维护和平，创造幸福。哇，也是一个暖男路线，希望两岸有和平有幸福。但是经济突飞猛进要靠台湾吗？赖清德说，中国应该心存感激，因为很大的原因是台湾是最大的外资带给了中国大陆资金、人才、技术。台湾不求回报，只希望大家和平相处。这个话术很熟悉，过去常常听民进党的人说：“哎呀，不是我们需要大陆，是大陆需要我们的商品啊。”那么显然在档案议题上面，他改变了立场，想要话术往这个方向来说吗？不再是台独精神了以后，那当然最新两岸之间最受关注的担心就是 ECFA 相关的这个项目会不会被终止呢？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说，中国是利用手段在施压台湾，损人不利己。他不期待中方贸然把 ECFA 协议中不期待什么意思？不期待 ECFA 贸易协商断然终止。那如果呢？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显然是无法控制哦。但台湾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又何必忍气吞声呢？要断就断啊！如果都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资，那不是对方需要我们，我们不是需要他们这样的话呢？那当然，旅游业今天本来非常期待，也欢欣鼓舞的是说，哇，终于我们的陆委会公布要开始开放大陆来台的自由行还有团客的旅客了哦。结果搞了半天，仔细一问啊，中国团客自由行什么时候开放？不知道，他说我们是想要开放的，但是要等对岸对等的平等，他们也开放的时候，他们开放，我们开放，敌不动我不动的概念。所以呢，现在仍然是有第三地的中客哦，就是在其他国籍的中国大陆旅客才能够进到台湾来。所以这种说法是一厢情愿，还是只是说一说？其实一样，旅游业仍然是看得到吃不到。而两岸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吗？总统蔡英文再一次的下令增加军费，这次所编的预算国防预算也再攀新高。那么要威慑中国呀，那试图在卸任之前加强对中国的威胁，这个是来自一些外媒的分析报道啊。但是呢，要破除所谓的独家呀，破解共军环台、挑衅入侵24海里，有各种做法，国防部要联手海巡署等等的来做一些宣布。那一方面讲的是和平，一方面是说我们好危险，我们要增加国防开支，而且随时要准备被侵犯。所以这样有点矛盾的论述，到底选民如何买单呢？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健康危害有没有疑虑的问题，核废水。日本从昨天开始排放了核废水，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大陆反应最为激烈，他直接宣布开始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的输入。岸田文雄首相也立刻赶快呼应了，他说拜托呼吁通过外交管道要求中方，他提出交涉，立即撤销上述的措施。当然，对于日本的水产品的出口影响非常大，尤其更怕是万一是其他的国家也同时仿效的话，那更就不得了，是重大的损失。而中国驻日本的大使吴江浩说，造成这个局面的责任完全是在日方，是日方应该要反躬自省。当然了，到底喝核废水有这样的热搜，说12年前喝下核废水污染的官员怎么样？但重点是，其实这个核废水影响到底是多长远，会有多深，检测的结果如何，应该有科学数据。但是既然就是大家都无法放心下来，这种寒蝉跟担心的效应发生已经在南韩了，南韩人就是已经吓到了，所以在鱼市场已经开始哀叹啊，生意是比疫情的时候还要差，这个惨淡的程度让大家不敢去买海鲜吗？因为过去都觉得海老的雄厚，这个海鲜现捞上来从海洋上面是最新鲜最好的，但现在如果海洋有污染的话，又该怎么办？那么朝鲜这个外务省则谴责日本强推核污染排水是不道德的，加以谴责。而菲律宾呢，渔民也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也造成了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要求日本必须听取邻国的建议，也不要再让这些有毒的放射性废物侵害其他国家。那么科学议题是不是有办法真的尊重，还是科学来讨论？外交部只能这样回答，否则一般是保持缄默啦。日本、美国相关的议题，我们都是说尊重日本，尊重专业啦。他说的是专业啦，我以为他说的是尊重日本哈。但风评说，日本的核废水跟台湾的沉默所代表意义是什么呢？
台湾的官方是一如过往保持沉默，显然核废水排入大海引发的风险比不上台日友好那么重要哦。亮哥，我们来看看哦，赖清德在两岸议题上哦讲得越来越温暖，好暖心哦，呼应要请珍珠奶茶啊、虾仁蛋炒饭呐、要跟习近平吃晚餐呐啊、哦。那但是可以真的破除掉他对于两岸可能造成兵凶战危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大家的疑虑吗？好了，这个只是客套温暖的话，不过连我这种身材我都不喝全糖珍奶，对吧？他故意跟年轻人一样，微糖就好，微糖就好。是。我认为最终还是他对两岸的定位啦。你如果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交集，互不隶属，主权上互不隶属，那就没有办法谈嘛。那ECFA也是嘛，23项协议都是因为有9·2共识作为前提基础。这个就是事实嘛。赖清德不是说凡事从事实来讲起？那马英九执政8年，为什么能签23个协议？就是因为有9·2共识嘛。然后他隐隐约约，国民党讲一中各表，让他讲一中嘛，对不对？就是有这个东西嘛，所以才有23项协议。所以为什么现在说基础不牢，所以23项协议可能都会动摇，是从这里来的嘛？那ECFA只是其中之一耶，啊。所以你现在看到人家就觉得说啊，你既然不要9·2共识，那凡事就照这个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所以你就看到贸易壁垒调查来了嘛。那如果赖清德1月13号确定当选，那后面人家可能就想清了嘛，说啊，小英执政了8年也没有回到9·2共识啊，那我为什么要再让呢？事实上思维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詹志宏讲说啊，我们不期待这样，你讲这个没有用嘛。重点是，如果发生了，请问你有没有对台湾的各行各业做好准备，对不对？这个李彦秀讲了一句话，我蛮同意的啊。李彦秀他在他的脸书说：“你有没有那个底气？你底气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有足够的底气，你才能跟对方大声呛话嘛。啊，你民进党一天到晚在跟对岸呛啊，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底气啊？”所以这个不是詹志宏能回答的啦，叫王美花来回答啦，叫那个陈吉仲来回答啦。贸易壁垒调查，农业项目有1066项，请陈吉仲出来回答，你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大陆产品说他要来，不然你就是违反公平贸易，请问陈吉仲你怎么办？王美花也是嘛，针对成衣啊、纺织啊这一堆嘛，那如果人家坚持要来。那不然就要对你做反倾销、做关税制裁。那请问你怎么办？所以主角是王美花跟陈吉仲嘛，重点在这里嘛啊！而且很多人都认为，也许不一定是整个停啊，可是有些项目被抽出来当做制裁的项目，那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不然朱凤莲不会那样答话嘛。朱凤莲一定是看到了中国商务部部分的调查结果，他才说你们已经违反了。ECFA 当初希望双方能够追求这个对互惠的原则嘛，对不对啊？我认为这个核废水啊，核废水是日本的说法啦，那很多人根本认为是核污水啦，因为核废水就是你正常的排放嘛。可是所以日本都在强调说啊，我的排放啊，氚的浓度降到多低啊，所以我要分成30年来排放嘛。重点是人家认为你不是只有氚嘛，你还有别的辐射成分嘛。那人家就说，那我们到日本来采样来验好不好？日本拒绝嘛，重点是在这里嘛，所以人家就会恐慌。而且我跟你讲，你这个是一次性的查啊，那请问辐射物质会不会累积？人家也会问这个问题嘛，就是这个在整个科学上还有这么多变数的情况之下，然后你不让可能的受害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韩国。到你日本现场采样来做调查，你心虚是不是？啊，还有另外啊，如果你认为那么安全，那个氚的含量这么低，那你为什么不撒在境内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倒到海里呢？你撒在境内也没有危害到你日本的什么啊？你如果认为是安全的话，结果现在就是消费者会恐慌嘛。比如说韩国现在是尹锡悦不表态，可是韩国的海盐已经大暴涨了嘛？你没有看到今天台盐的股票涨停吗？连台湾都这样，你只要以后，我现在就怕
那个中国大陆现在禁止日本的水产品到中国大陆去，结果日本全部都倒到台湾来，这可能性极高啊，可能性极高啊。那个我们的那个农渔单位的说他会出来做抽验，你相信啊？你认为这个会有结果吗？好了，我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这些农渔产品 ECFA 可能要面对的很多困境，很多项目没办法出口。那日本如果照亮哥讲的，其他地方销不了，又到台湾来，那么这个市场排挤之下，台湾的农渔民要面对什么状况啊？大使？对啊，我觉得我自己我就不会吃这个日本海产了。大家都很喜欢呀。对，我一定就停止吃了，因为这个太危险了。本来这个你核灾的时候就已经海水有一点污染了，对不对？你附近都污染了，你土地都污染，你海水还会不污染吗？对，那你现在又把大批的这个核污染水往海里面倒，那日本那个水域附近那些海产品你还敢吃吗？连渔民都抗议，他们自己当地的渔民。渔民在说，他们已经本来日本的这些福岛这些周围县市的这些海产，在日本他本来还在卖的，那可是呢，他这个因为日本一定要标注这个产地嘛，他们的卖的都比较便宜了，就是说大家这个不买嘛，不买就靠降价，勉强还可以维持点生计。那这些日本渔民在福岛附近渔民，你这一次这样弄的话，我们就生意整个垮掉了。生意垮在哪？他也本来就不能外销，他垮在日本啊，日本人不吃啊，对不对？更不要说日本人都不吃，你叫我们台湾人吃啊？我才没那么笨对不对？日本人多精啊，他们讲的很多科学数据啊什么，他说这个就是不能说服我，对不对？你这个所有都不能说服，你把名字可能 PLAS 水。谁知道啊 ？PLS 谁发明的？突然变成日本就说我突然发现了，我发明了一个过滤可以去毒的一个程序，你也不给大家来检验，你也不让大家去看你那个 PLAS 到底是什么蛙哥啊？你就说我这个水现在经过这个除去 ALPS，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就突然它可以去掉所有辐射的，对，全世界就突然这种力气，全世界就突然日本发明了 ALPS， 什么挖沟大家也不知道，他也不给你看，说我经过这 ALPS 以后，我的水就安全了。那日本人说这个不具说服力不过他找了很多外媒到他们厂里面去参观，说很安全。结果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个 BBC 的一个外媒进去？他去了就说他们搞了一潭水，然后养了一些比目鱼在里面，这个就是证明安全，还活着，就是这一群鱼就在里面活在里面，就这样。其他那个 BBC 的那个记者是被邀请去了，他全从头到尾怀疑。对，从头到尾他没有说服外媒，所以没有办法说服。他故意缩写成 ALPS， 说是阿尔卑斯山的水。哇，那也太纯净了吧！故意的。我觉得日本手法秋楼啊，日本政府的作为连日本人都不相信，你怎么叫外国相信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日本人这个但我们政府我们政府现在负责外交，叫日本人大哥哥啊，或者说他要怎么告诉台湾人民说用什么方法说安不安全？但他现在选择就是不讲话。他有帮日本人背书哦，对，你不采取行动就是背书。另外一方面，你也觉得你说日本有做适当的处理啊，这些都是帮日本人背书啦。不过讲到这个赖清德最近要招待习近平吃虾仁饭啊什么，我觉得好像3岁小孩在讲话了。你这种话讲出来，你自己信吗？别人会听你这几句话以后，两岸就什么ECFA就没有问题了两岸怎么样，大家就怎么样称兄道弟了，不可能的嘛。你只要赖清德讲这一句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话，这跟搞台独就是完全的等号。你如果不改口，你基本上大陆就认定他是顽固台独分子。那他要执行的政治就是顽固台独政策。那要说怎么看赖副总统从要吃晚餐，那现在又跟习近平喊话说在珍奶都可以一起来了这样真的可以换得和平吗？
他如果找你吃这个晚饭喝真奶，你会接受吗？不会啦，因为这个更何况习近平我胆固醇不低啊，全讨真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所以对于这种高胆固醇的东西，对不对？还有高热量的还有东西现在有爱妻严格控管，对我知道对对对是对所以我现在是对这个境界不明了哈。但我知道很多年轻人爱喝所以他是真奶，刻意要年轻化，所对对对以做这个。但是我觉得这种嬉皮笑脸的讨好的话，不好。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我觉得一个要成为一个国家领袖的啊，或者是要选总统的，讲话必须要客观，要持平而论，要以理来服人啊。他讲到说啊，台湾是给对日本对大陆好啊，所以台湾不求回报。不对哦，我自己家里做生意的，我父亲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制鞋厂，我很清楚知道啊，台商的第一次的离家出走跟美国的301法案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台湾面对这个传统产业，在台湾已经走不下去了，赵耀东时代，所以叫做夕阳工业。然后美国的301法案对修理台湾，大陆提供便宜的土地，因为刚好大陆在经济改革，4个经济特区，东莞就是一个主要的试点区之一，深圳也是，还有厦门，所以台商绝大部分就往福建、广东这地方移动。为什么会去移动？因为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所以事实上是你好我好是两利，不要以为你是给人家恩惠，不是这样，因为你台商根本活不下去。接着几波的离家出走，都是因为在台湾的人事成本升高了，经济成本升高了，然后再加上美国的贸易限制，所以台商一波一波的离家出走。大陆刚好提供给你最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高素质的劳动力，再加上同文同种同文化，很好管理，比到越南管理好多了。所以不要说不是事实的话，这是对大陆好、对台湾好、良好的事。那良好的事，你应该要持平的说，而不要以为自己给人家恩惠。我觉得这是要不得的事，用这个方法来搞民粹主义。现在大陆确实，他从 ECFA 开始就是给你片面让利，现在他开始要求我们对等，我们要公平，我们要相互尊重，你同不同意？王美花，你要站出来说你同不同意？你今天人家要求对等而已嘛，你如果做不到，你就说我不可能跟你对等，那人家就说那对不起，我也不可能再片面让利了，因为我就是要求对等，就这么简单。好，最后一个，我觉得日本的核污染水，如果按照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说的那么安全的话，我强烈建议把它装成瓶装水，在美国认为符合科学的标准，在美国的超市卖，在日本的超市卖，在韩国的总统，韩国的政府很像我们满清末年的时候那迂腐的那个两广总督，好像叶明琛还是谁哈？然后取名阿尔卑斯吗？不是，那个是郑亮取名。没有，我是说他真的叫阿尔卑不是斯啊？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不战不和不想叶明不走琛啊，叶明琛嘛，不战不和不想不走，重点是不死。那韩国现在就是不反对不支持，你就放吧。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只是第一波，接下来会对于日本的农渔产品的制成品食品会有第二波。那这个时候一直到你日本停止排放为止。的确不只是台湾的消费者担心，其实全球到美国加州也是一大挑战哦。是接下来有非常大的困境在当中，怎么因应？我们拭目以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